这边停了很多观光的小船，完全没有人的状态啊。哦，这家人家你看，门前种了好多的这种三角梅啊。这里呢是一个河边的公园啊，可以看一看，还是挺美的。其实这边呢就是东冲的商业街了啊，就特地把它做成这种仿古的建筑。这里保利物业清安花园服务中心在左边。现在呢，我在大稳村的边上了啊，准备拐入到大稳村里面去骑行一下。这边呢，我们经常来啊，来的最多的就是大稳村门口的一个采摘农场，因为经常会到这边来采摘一些水果啊，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一下当地的村民。就每次来呢，都会采摘一些水果啊，多买一些农产品啊，就帮助一下这些农民，因为他们真的生活也挺不容易的啊。哦，原来这是瑞丰生态科技，名字非常好听啊，很高的烟囱，我想他们这是做一个焚烧啊或者提炼什么东西的一个地方吧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垃圾处理厂。大稳村呢，有段时间没有来骑行了，这当然以前都不是来过一回的地方。你看啊，四周呢都是一些农场，有的呢是观光的农业，有的呢就是养殖的基地，那有些呢是开放给大家可以去采摘，然后你去称重啊，比外面买的稍微便宜一点，但也是一种乐趣啊。有时候呢，这些亲子活动啊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好，现在我就拐到大稳村里面去啊。这个里面呢，还是很不错的一座古村，因为呢，它有一些介绍啊，介绍这个村的村史馆呢，还有一个码头。天气好的时候啊，可以载着游人在这些河床里面，坐着他们的小船到处游览。那更多的呢，就是在村里的比较古朴的那些村道上散步，或者像我这样骑行。我的左侧呢，就是一个采摘的农场啊，就是我们经常到这边来采摘农作物的地方，它叫东冲镇农业休闲园。这边也有一条所谓的水上绿道啊，但具体是怎么样的，我也没有搞明白啊。但是我看到很多的这种店铺都是出租或者停业的状态。这个边上有个南沙区大稳村幼儿园，很多小朋友们还是很开心的。然后从这边呢就已经进村了。这个地方左侧有个村史馆，我到里面去过的。这边有一座桥，好像重新修理，咱们到桥上去看一看吧。你看啊，这是一条河川，那今天的水呢是比较少、比较浅的状态啊，这个应该是流入到胶门水道里面去的吧。
我们再来望望这边，这边停了很多观光的小船，完全没有人的状态啊。当然我们以前来的时候觉得挺热闹的，很多人愿意到这边来坐船，村里头游泳啊。但今天看来还没有。前面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社区公园，或者村里的一个活动场所，也称之为大稳公园啊。就这里面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那我以前去过，今天就不进去了。我的左侧门开的，就是他们的村委会，也是他们的一个展览馆。我们这边稍稍的瞄一下，还是有很多介绍的。大稳村的展览馆的一个介绍，水上绿道的介绍，南沙地名，沙鼻梁简介啊，那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名字。这里有很多关于南沙各种名字的介绍，其实现在都已经成了一个个的景点了。好，今天我就只是在这个村里穿过一下。右侧这边的就是沙鼻梁村斧头，它不叫码头啊，叫斧头。你看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家以前取水啊，然后也是跑运输的一个地方。这边居然还有关山月中国化学院，哇，这个很厉害啊！就感觉其他没什么变化，就是几座小桥呢重新修整一新啊，抹了一些新的油漆。我们到了第二座小桥上，再去走一下啊，通过一下。这个地方我知道它是有好多的这些村道四通八达的，有些就在这些小村间。那这些小村呢，看来也都没有什么整理过，非常原始的状态。我们随便骑一下，看看能骑到哪。这是一座古村的样貌，就老百姓基本上还是在这边生活着。有时候我们外来的人到这边来走走，看到的是田园风光，非常宁静啊。但是我想生活在这边的人，他的感触可能并不是这样。他们在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地方，有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，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方向啊，就只能在这边生活着，就一天一天的这么过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刚刚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妇女，她还到这个河里面去洗东西啊，可能洗衣服什么之类的。其实时代进步了，早就不需要这么干了。我相信家家户户应该都有自来水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比较闭塞，没有受到好的教育，或者说有一部分人还没有开化，所以他们还是延续着100-200年以前一样的生活的这种方式，过着他们的日子。
这样的小道我都骑过很多回啊，但是我也忘了是不是这条道以前也走过。都差不多的，一般都是在河中边上就有一条小道，边上的是一些民居，在外面呢就是他们的农田了。养了很多鸡呢，你看啊，好多人都在河边围了一块地养着鸡。就这个河上里面一点水都没有。哦，这家人家你看，门前种了好多的这种三角梅啊，各种各样的，还蛮漂亮的。这边种了很多菜，种的还挺好的。走着走着呢，又从村边拐入到田间了。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农村的狗啊、鸭啊、鸡啊的鸣叫声。这边好像走到市南路上面来了。这条市南路呢，它经过了快速化的改造以后，一路畅通，可以去到胶门和南沙的凤凰城等等。这边有一个什么文旅小镇。耀东产业园。马路对面那个村呢，村口开了一排很漂亮的花。经过了市南路这一长段的，没什么可看，
骑起来是无聊的道路。前方呢就到达了东冲镇，前面有牌子指着东冲镇政府，我们准备到镇上去小转一圈。这边的右侧里面呢就是东冲镇了，还建了一排仿古的建筑。这边呢就是进入东冲的一条大道了。你看到左边啊有一个巨大的雕塑，河里东冲啊，也是人造的瀑布。这边呢还是保留着一些古村的样貌。这条路叫吉祥东路。这边也有小的百货大厦，更多的就当地的一些小商店。我看左前方一栋大楼上面写着东冲商会，还是有这些商会，应该都是一些民间经商的人他们的一个协会。趁着换一块电池，稍微在路边休息了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准备骑过马路，我看对面应该就是他们的政府所在地了。这些乡镇啊，你别看它级别不高，但是各种组织体系啊，政府衙门那是一应俱全的。东冲镇人民政府，这边应该有很多都是跟政府相关的一些机构。这边还是有很多个这种广场啊，再加上呢有学校。你看左侧就是南沙东冲中学，让我想到河边去走一走，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。这个东冲中学占地面积很大，好像还在施工增建一些校舍。
这里呢是一个河边的公园啊，可以看一下，还是挺美的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水乡，那种味道很浓啊，从那边过来，就好像在一个公园里面一样，有那种水榭，也有小桥，而且还有很多装饰，也搞得挺美的。花间渡花径码头，这个名字起的也非常的文艺啊！你看啊，这边真的道路都铺设的很好，岸边这些绿地啊都是专门做过装点的，有很多的花，哇，这花还是很美的。这个就是这座桥了，这座桥真的装扮的非常之美啊，就有点像古时候那种走看花灯的那种样貌啊，挺美的。推着车就不上去了。这有很多码头，你看，除了这个花间渡花径码头以外，还有余姚渡市集码头。这里各种各样的花木，我们还是留恋一下吧。你看这些绣球花多美！这边还有一艘小花船，你看看，这是东风桥吧？这种感觉是不是挺美的？这里还有好几个花环架在河道的两边，哇，这个走过去是不是太美？船通过时候太漂亮。有一艘小船过来了，前面又有一座桥，叫吉祥桥。到桥上去站站。这里有段时间没来了，真的好像比以前搞得更好看一些了。我们来看看，有一艘小船啊，摇着摇着就过去。从一条河又拐入到另外一条河，你看这个河道真的是密密麻麻。沿着这条小河川再往前走走，前面好像有一座桥可以过去。
其实这边呢就是东冲的商业街了，就特地把它做成这种仿古的建筑。那我们要从这边呢走过这条新濠街，这边是东冲里，前面还保留着一些炮台啊什么之类的。这一侧走过之后，我们再来观赏一下。挺美的。一路去到啦。我行啊，18號先幾好錯，18號先。这种水乡的感觉是不是挺美的？这边东冲镇魅力水乡小镇全景导览图啊！现在我们其实在这头，这还有个东冲小湖，挺美的这里。刚刚我就从这边过来的啊，先到这个角上再去转转。今天原本并没有打算到这个里边来逛，但是来了以后觉得还是很棒的。这个古镇好像更有味道了，我们来看一看。这又是一座桥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搞成了一个茶歇馆，这叫水市码头。但是这个大楼是东冲镇长青服务中心。好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逛的，但是我们就不要太多了。但是准备去到东冲站回去了。这种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吧。一条小河冲跟村里的文化历史传承相结合，然后呢就变成了可以游览，大家也可以到这边来吃饭休闲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很不错的。对面是南冲村了啊。现在从东冲村呢已经来到了南冲村了，而边上叫观潭村。我们在这个小河边再走一段，看看能走不走得出去啊。看来又是到村里的一条乡道上了。前方应该就是市南路了啊。观潭小桥。
我们换一面啊，河的这侧来骑行。这里看到的呢，就是南沙的另一面啊，有那种传统的村落里面的窗边的小路，密密麻麻的农村的房子。但我看有很多已经是变作厂房了。这里是东冲镇官塘村。看到右侧这一整排的房子，很高的，应该都是村民的回迁房。看来这种村民的新村很大啊，不仅是一个社区，你看中间开这条大马路了。我应该继续往哪里走呢？果然，这叫广州庆安居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个新村的中间，新开出来的这条马路上通过一次。相信这里离东冲站已经不算远了。我们今天就到东冲站搭乘4号地铁，然后到海傍转3号，到番禺广场转22号回家。这些村民的房子底下也有些底商了，但是应该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商店开张。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安置房社区。看这个社区还真的不小啊，而且都已经建成了的感觉。我们随便去兜兜吧。这里腾出来的地方呢，就变成了像庆盛车站呢，更重要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园，以及很多的创意园区啊、科技园区啊等等吧。前面是东冲大道啊，我们应该往那里拐吧。这里保利物业清安花园服务中心在左边，前面还有一个牌子叫庆盛安置区。就这边商业还没起来，什么店都没有啊。我记得几年以前啊，在南沙这个香港科技大学正在建设过程当中，我就看到已经在起这些楼了。就当时那个边上都是一些烂路，那现在呢，也搞得比较好了。直走东冲地铁站啊，那我们就
直走了。今天到东风这边来转了一转嘛，虽然走了一些烂路，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很愉快的，尤其是专门水道边上那种深刻的景色。但令人惊喜的呢，还是东冲里，就是东冲镇里面的一段河畔的建得像公园一样的地方，很漂亮的。有点走反了，东冲站就在前面了。那像这样的骑行的小旅行啊，就在周边通过搭地铁去到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嘛，然后打开折叠单车随处的逛逛啊。我觉得在天气合适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休闲的活动，分享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健康快乐。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陪伴跟随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，拜拜。